照顾昏迷的男友2年，他一醒来却转眼跟初恋订了婚。对我的任劳任怨，他只有冷冷一句话：“那是你自愿的。”我冷笑离开。后来他跪在地上求我回头看他一眼，可是老娘从来不吃回头草。沈之行醒的那天，我的微信炸了。恭喜呀，终于熬出来了。这2年你端屎端尿伺候了知行2年，这下他肯定给你个名分了，你呀就要当沈太太了。你跟知行郎情妾意，幸福的日子在后头呢。就是啊，你值得的，这么好的女朋友，她不得赶紧套牢了。我喜滋滋看着微信，笑红了脸，在群里回了一句：知行刚醒，这些还早着呢。早什么呀？沈之行估计都给你准备好10克拉的求婚戒指了。我抿唇笑了笑，放下手机，继续给知行收拾东西。他醒了，生活用品也该换一换了。他们说的对，我值得。我从18岁就跟沈之行在一起，陪他创业，见证他从一无所有到资产过亿，陪他吃过的苦，比我这2年流的泪还要多。他出意外昏迷了2年，我憋住眼泪，毫无怨言，照顾了他2年。这个沈太太，我当之无愧。我连在哪举行婚礼，去哪度蜜月都想好了。压住心底的欢喜，我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病房。所有人一看见我，顿时鸦雀无声，眼里充满怜悯。我顿了顿，看向坐在床边的沈之行，他刮了胡子，换了衣服，整个人清爽且精神。沈之行的旁边坐着一个扎着马尾的女人，一身粉红色的长裙，衬得她格外亮眼。看见我，她给沈之行喂了一片苹果，左手中指戴着一个硕大的钻戒，那是我曾经流连多次，却无论如何都舍不得买的。她竟然送给了别人。方小姐，知行醒了，也就用不上你了。况且你这个样子也根本配不上知行。声音不大，却句句带着讽刺。我僵在原地，心像是被人捏住，抽着疼。我怔怔地看着沈之行，他却低头避开了我的目光。沈之行的好兄弟周周把我往门外拉了一把。既然来了，就当面说清楚吧。话未说完就被沈之行打断了。他起身从我手里接过东西，递给那个女生：“这是我未婚妻林欢欢，我们刚刚订了婚。”沈之行的一字一句像把刀在割着我的心，我心疼得像失去了全部的力气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我不敢想，这些年我在沈之行眼里到底算什么。周周伸手扶住了站不稳的我。沈之行，安安照顾你了2年了，端屎端尿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对呀，沈妈妈拉住沈之行，这2年安安是怎么对你的，妈都看在眼里，咱不能这么做事啊。所有人都在为我说话，而我却仿佛被人捏住了喉咙，浑身无力，喘不上气。沈之行的面色慢慢沉了下来，带着怒气说：“那是他自愿的，没人逼他。”你别太过分了，沈之行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周周满脸愤怒，抓住了沈之行的衣领。这2年来，周周也经常来照顾沈之行，我的辛苦他是最清楚的。沈之行冷笑一声：“我就知道你们有猫腻，早就背着我睡在一起了吧？你不是人！”周周打了沈之行一拳，他却笑出了声。我看着沈之行那张刻薄又陌生的脸，心里的酸胀感漫溢而出。我缓缓抬头，轻笑一声：“沈之行，你别后悔。”沈之行翻了个白眼，抬起下巴：“我只会后悔没早点跟你分开。”林欢欢挑衅地看着我：“你这种女人也只配端屎端尿。”那一刹那，我突然觉得跟这种人争辩，比踩了狗屎还恶心。林欢欢是沈之行的初恋，当初他们是学校里所有人最看好的一对，后来因为家境悬殊太大，被迫分开了。我跟沈之行在一起的前几年，问过沈之行跟林欢欢分开会不会遗憾。他当时抱紧了我说：“我庆幸，要是没分开，我怎么会遇见这么好的你？”可是现在他看着我，面无表情地跟我说：“我睡了你6年，昏迷了2年，我腻了，觉悟了，不爱你了。”林欢欢有钱有颜，同我门当户对，你哪一点比得上他？他才是我的最爱，你根本配不上我。我扬起手掌，用尽全身的力气甩了沈之行一巴掌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是你白白高攀了我这么多年，打得他手酥麻疼痛，这种痛顺着手臂传到心底。见我摔门离去，沈之行在我身后愤恨地说：“方安，这巴掌算我还你的，你给我滚！”沈之行在醒来的第一天，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跟林欢欢订了婚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就算他爱林欢欢入骨，也没必要这么迫不及待，还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狠狠羞辱我一番。这番羞辱我记住了。我走出医院，春日的风夹杂着冰凉的雨水打在我脸上，风一吹，我冷得打了一个颤，瞬间清醒了不少。既然他觉得我配不上他，那我就证明给他看，从来都是他高攀了我。周周追出来的时候，我裹紧了大衣，蹲在墙角。看见我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想哭就哭吧。周周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我倔强地抬起头，提着口气，他不值得。周周朝我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也蹲了下来。对，他不值得。沈之行一直都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你看过他太多的不堪了。
你跟林欢欢不一样，他与林欢欢的都是美好，只有美好才能长久。我没说话，目光空洞地看着远方，雨刚好停了，可是天却越来越黑了。美好，谁不曾拥有过？沈之行追我那一年，我才大3，当年的他意气风发，是那种让人一眼就难以忘怀的少年。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穷怕了。为了过上好日子，沈之行刚毕业就开始创业，等我毕业时，他的公司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了。我以为沈之行就如同我看到的那般风光，直到我看见他为了订单喝酒喝到进医院，为了申请贷款低声下气，为了让客户回款给人下跪，为了争取到订单，他3天没合过眼。我知道他是一个骄傲的人，这些事他从来就不想让我知道，我也就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默默在背后支持他。在他求不动的时候，等他走了，我再接着去求人家。在他喝倒下的时候，我让人把他送回家，我再接着喝。终于有一次我倒下，那天为了争取到一笔关键的订单，我守在客户楼下2天1夜，嘴皮子都说破了，客户才终于答应让我们试试。撑到客户签完字，我就晕倒了。我睁眼的时候，沈之行就抱着我哭，咱们的孩子没了。看着沈之行哭得眼睛通红，我才知道那时候的自己怀孕了。可是连日的疲劳加上紧绷的情绪，孩子流产了。那年我22岁，沈之行25岁，那是我们的第1个孩子。沈之行趴在床边哭了许久，边哭边骂自己没用。思绪回笼，我看了周周一眼，男人的面子就这么重要？周周略微低下头，声音沙哑说：“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被女人端屎端尿的伺候。”我忽地起身，颤着声音问：“这么说，这2年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，倒是我错了？”我紧紧攥着的手快被指甲抽破了，掌心里的疼却不及心上的1/1000。周周跟沈之行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也是最了解沈之行的人。周周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他躲开了我的眼神，起身点了一支烟，岔开了话题。不过林欢欢也不一定就会嫁给他，我听说他之前可是跟陈辉集团的太子爷在一起的。虽然知行昏迷的时候他也来看过2次，可怎么知行一醒就迫不及待订了婚呢？真是奇怪。周周的话让我瞬间清醒了不少，或者是女人的直觉，我总感觉林欢欢的目的不纯。我与沈之行算彻底结束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维护好当下自己的东西，比如我在沈之行公司20%的股份。沈之行创业初期，我问家里拿了50万给他，后来他的公司越做越大，他就给了我20%的股份，算我投资入股了。还记得他看着我转过去的钱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抱着我信誓旦旦地说一辈子都不会辜负我。果然男人的话信一句都会掉进深渊。见我沉默不语，周周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给他点时间，说不定他会回头呢。”我缓缓起身，站直了身子，可是我从来不吃回头草。还有，你回去转告他，我是睚眦必报的女人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看得开，放得下。周周稍愣了一下，哈哈笑了2声，果然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安安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笑了笑，跟周周道别，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，有需要可以找我。我摆摆手，大步往前走。谢了，往后的路我自己走。我花了几天时间算清楚了自己的资产，1套房、1辆车，还有沈之行公司那20%的股份，市值2000万。这就是我8年来的全部。我换下碎花裙，穿上了职业套装。今天我要去沈之行公司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沈之行昏迷这2年，公司的事一直都是我在处理。为了保住沈之行的心血，我像个陀螺一样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所以当我踏入公司时，周围的同事纷纷围了过来，替我打抱不平。方总，你们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沈总这么做太不地道了。对，还有那个林小姐，刚订婚就插手公司的事，还让我们查流水呢。那个姓林的耀武扬威的样子，真是叫人恶心。对同事们的抱怨，我只笑了笑，径直进了沈之行的办公室。林欢欢也在，看见我，他们明显愣了一下。沈之行看起来脸色好了许多，双手交叉靠在椅子上，看我的眼神清冷又凉薄。林欢欢看见我还往沈之行身边挪了挪，看我的眼神嫌弃至极。你还来干什么？这地方是你能自由出入的吗？你该不会是被我们订婚的事刺激到精神失常了吧？我劝你呀，早点认清现实，赶紧上精神病院看看，趁着还没人老珠黄，赶紧找下家。知行以后可是我的了，你别再打他的主意。哼，我拉出椅子坐下，我方安不要的男人，送你了。林欢欢估计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张着嘴愣了一下，又看了看沈之行，说吧，你来干什么的？沈之行没看我，顺手拉过林欢欢，捏住他的手心。公司有我的20%的股份，你们有2个选择，一是我占着股份，你们每个月给我分红，2是折现，我算过了，市值2000万。别想着不认，这份是你之前签过的股份转让书，上面有你的签名，有律师的公证，
具有法律效力。我掏出那张当初开玩笑4签下的股份转让书时，沈之行脸都黑了。当时他只是顺口一说，甚至我找律师公证，他也觉得我是开玩笑的，更不会想到我还保留至今。沈之行推开林欢欢站了起来，满脸怒色地指着我：方安安，你当初就给了我50万，我喊你就是了，还想要我20%的股份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沈之行看我的眼神像一个傻子。也对，这么多年，为了他的面子，我一直在装傻。就算他的成功有我一大半的功劳，我也从来不抢功。或许他还以为我是从前那个对他言听计从、眨巴着眼睛说他好棒的方安。他根本不知道，他昏迷的这2年，我经历了什么才能让公司一直正常运转。我缓缓起身，我重新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给我2000万；二，我把事情闹大，让法律判，你选一个。沈之行不淡定了，面目狰狞地看着我。他解开西装扣子，往前走了2步。方安安，合着跟我在一起8年，在这算计我呢？我抬起眼看了看他，废话少说，给还是不给？沈之行摔了桌子上的杯子，我给。他妈的，老子就当做喂狗了。我笑了笑，起身离开，感谢沈总配合。出了沈之行办公室，一帮人在门口等着我。方小姐，这沈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回来就要把之前的项目给林氏集团，并且还要跟林氏集团合并。沈总觉得这样能加快公司发展，能早日上市。方小姐，沈总野心太大了，我怕他看不清市场变化呀。就是啊，方小姐，这2年公司的事你最清楚，你再劝劝。不好意思，我停下脚步，公司的事与我无关了，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走出公司大门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阳光下，公司大楼看起来气派且辉煌，只可惜沈之行这么多年的心血，怕是要毁了。我抬起头，眼尾扬起，笑容散进阳光。既然要毁了，我得让这公司跟我姓。林氏集团是林欢欢父亲的，沈之行昏迷时，他们找我谈过，希望我能同意2家公司整合上市。可是我找人查过，这2年林氏集团亏损巨大，只剩个空壳子了。当时我谁也没告诉，只委婉地拒绝了。没想到现在的沈之行掉进去了。我低头笑了笑，心情舒畅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在一个酒会上碰见了沈之行，林欢欢挎着他的手，笑得很得意。瞥见我，还故意把头靠在沈之行肩膀上。沈之行拉着林欢欢的手，骄傲地跟别人介绍：“这是我未婚妻林欢欢，林氏集团的千金。沈总好福气呀，林氏的千金是多少人高攀不上的，是我有福气才对。”林欢欢提高语调，摸着小腹：“我们呀，很快就是一家3口了。”呀，沈总，恭喜恭喜啊！林欢欢说这话的时候，扬着下巴看着我，骄傲的犹如一只刚打赢了的狗。看着沈之行那掩盖不住兴奋的脸，我从心底笑出了声。我没告诉他，他昏迷时用了大剂量的激素，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孩子了。当初我还为此伤心难过了许久，现在想来，一切都是因果。我笑了笑，落落大方走了过去。沈之行的目光在我身上顿了一下，悠悠地在背后凄了一声。这次酒会，我是来跟周总谈合作的。离开沈之行后，我自己开了个工作室，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只要能谈下周总这批订单，公司就能往前跨一大步。圈子就这么小，很明显，沈之行也是冲着来的，并且他还先我一步跟周总达成了协议，只差签约了。见我盯着周总等待机会，沈之行撇开林欢欢走了过来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瞥着我：“听说你自己开了个工作室，怎么想跟我抢生意？”说实话，方安安，照顾人你倒是很有一套，做生意的事，我劝你还是别来掺和了。别到时候亏了来求我。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那你就尽管看看。我只跟周总说了沈之行跟林氏集团的事，周总当初就跟我签了约。虽然工作室刚起步，但是沈之行昏迷那2年，我的成绩可是有目共睹的。而且女人狠起来，没有什么是白做的。只有他看不起我。我这一签约，沈之行脸都黑了，把我堵在角落。仅仅2年，你就跟变得恶毒了。你用了什么下流手段抢了我的生意？仅仅2年，我笑出了声。别说2年了，一觉起来世界都变了样。想了想，我又回头说了一句：“山水有相逢，往后这样的事多着呢。”沈之行咬着牙扯扯领带：“方安安，你给我等着。”沈之行昏迷了2年，为了追回2年时光，他的确够拼的。在我抢了他的订单后，他去抢了周周的订单。那天周周约我吃饭，一见我他就开始咆哮了：“沈之行是不是疯了？”我去找他，你知道他怎么对我？他让我滚，说生意场上无兄弟，还掀桌子说绝对不能让我赢。真是神经病！看着周周气得脸通红，我安慰了他一句：“放心，他嘚瑟不了多久。”周周气得喝了2杯冰水，才终于冷静下来。安安，有件事我其实没跟你说真话，当初沈之行出车祸是另有原因的。我手里的动作顿住，当初他不是想快点回来见我，其实他是急着去见林欢欢。
沈之行出车祸那天是我的生日，他去隔壁城市出差，临走时他答应会回来陪我过生日的。可是当我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他却跟我说公司临时有事，他得先去公司处理。我冒着大雨，抱着刚熬好的鸡汤打车去了公司，公司却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失落地给他打电话，也无人接听。在我回去的路上，警察的电话就来了。我崩溃地往医院赶，跪在手术室门口一天一夜，只求他能平安出来。后来我在他的车上找到了一条项链，一束被碾压的只剩树枝的玫瑰。我天真的以为他是赶回家给我一个惊喜，可是原来是他早就跟林欢欢在一起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不过是赶着去与林欢欢幽会而已。思绪拉回，我拿起面前的水泼了周周一脸。这2年，你看我是不是像看傻子一样？亏我当时还那么内疚，我以为等他醒了就会回心转意的。周周，你他妈活该被他抢了生意。我起身，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朋友，滚！沈之行的公司与林氏集团整合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在跟以前的老员工签合同，因为沈之行的专横，他们都跳槽来我的工作室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沈之行拉着林欢欢也找上门了。林欢欢一进门就把我前台的招财猫给摔了。方安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跟我们抢生意抢人？我拿着手机冲前台小妹使了个眼色，见我不说话，林欢欢更起劲了，把前台的绿植、桌子、椅子全部摔了个遍。沈之行双手插兜，面带月色地看着一地狼藉，冲我挑眉道：“你别太过分了，不然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。”我冷冷地笑了一声，冲前台小妹说：“报警！损坏他人财物，威胁他人财产生命安全，这2条罪都不轻。本来沈之行的公司就算被林氏坑了一把，也还能撑一撑的。不过既然他这么迫不及待，我就给他添一把火。”听到我说报警，沈之行瞬间就火了，抄起一把椅子朝我扔了过来，刚刚好被我躲开了。他恼羞成怒地扬起巴掌，作势要打我，被同事们拦下了。这一幕也刚刚好被录下了。方安安，你不过是老子不要的女人，你能成什么大事？我淡定地走出来，看着把林欢欢死死护在身后的沈之行，不免有些好笑。能不能成大事，也轮到你说，你也不过是个废人。你说什么？我打死你个贱人！林欢欢怒了。沈之行明显愣了一下，恍神的那一会，警察也到了。沈之行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猩红着眼眸看着我，你要这么狠毒吗？我笑了笑，记住，不要轻易惹女人。我连同沈之行跟林家千金被抓的场景一同发到了网上。事情发酵了几天，人尽皆知了。沈之行成为了 A 市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话，热搜也挂了好几天。井号沈之行被判就爱得报应，井号沈之行被抓，井号狗男女。看着这些热搜，我笑了。我撤销了对他的控诉，他被拘留了15天就被放了出来，关着多没意思啊！我要让他一点一点看着自己的心血灰飞烟灭。在沈之行被拘留期间，我把他的合作商全部拉了过来。那2年，这些合作商都是我一杯酒一杯酒的喝来的。我猜他出来一定会来找我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会拉着沈阿姨一起来。一段日子不见，沈阿姨肉眼可见的消瘦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安安，阿姨一直把你当我女儿般看待的，你帮帮她好不好？她好不容易醒来，要是再有个好歹，我怎么办啊？她错了，我替她给你赔礼道歉。安安，求求你了。沈阿姨红着眼眶，一直用手擦着泪。扪心自问，和沈之行一起的8年，沈阿姨对我真的如同亲生。我自小父母离婚，从未享受过母爱，是她给我了从未有过的母爱。她就这么求着我。沈之行在一旁恨恨地看着我。我扶起沈阿姨，稍叹一口气。阿姨，万一他有个好歹，我给您养老送终。我这话一出，沈之行就怒了。方安安，你咒我死！阿姨，照顾好自己，我无视沈之行，转身离去。沈之行一直在后面骂：方安安，你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冷哼一声，我不是圣母，不是所有人所有事都能原谅的，哪怕是沈阿姨哭倒在我面前，也不例外。这次谈话不欢而散，沈之行也没有再在我面前出现。我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加上原本的团队，我很快就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。我以为沈之行就到此为止，没想到在一次同行交流会上，我又遇见了沈之行。他揽着林欢欢的腰，在人群中款款而谈，似乎更加的意气风发了。带着肚子的林欢欢看似更加得意了。我有些惊讶，按道理客户撤单，员工离职，沈之行应该焦头烂额。不过很快，我从人群中的八卦就听明白了。沈之行把所有的房产车里都抵押出去了，甚至在林欢欢的建议下，把公司法人换成了林欢欢的父亲，重新包装了一遍，生意慢慢稳定了。见我眼神掠过，沈之行得意的眼神却停留在我身上，端起酒杯径直走了过来。你以为我上次是去求你？我不过是给你个机会巴结我而已。我进嘴的酒差点就喷了出来。
沈之行见我这般模样，笑得有些怒气。你以为打压我，我就完蛋了？你太天真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谁天真还不一定呢。见我悠悠离去，沈之行在身后咬牙切齿说了一句：我绝不让你好过。确实，他也是做到了。没隔几天，他就抢了我2笔订单，只不过恰好是有问题的2笔。那2笔我之所以还没签约，就是因为价格低的有些出乎意料。我刚叫人查清楚回来，就听见办公室的同事在骂沈之行。一看见我部门经理就冲了上来：方总，那2笔订单被……没事，我把资料递了过去。他既然这么想要，咱们就让给他。看清资料，办公室一片欢呼。不过我倒觉得有些奇怪，沈之行不像是那么不用脑子的人。记得刚创业的时候，他每拉回一个客户，都得拉着我研究人家半天，就差没把人家的祖宗18代翻出来。这次这么明显的错漏，他不可能发现不了。我正想着呢，周周给我打了电话，开口就是沈之行被人下套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淡淡的应了一句，关我什么事？周周那边愣了一下，我说他不听，要不你去提醒提醒他。周周，你们还真是好兄弟。我冷笑，这种圣母你自己去当吧。兴许是见我不动容，周周自己给沈之行打了电话。没过一会，沈之行的电话就打到了我这。方安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吧？有种你当面说，在背后说算什么呀？放不下我，你早说啊，哪天我心情好，咱们还能玩玩。你给我等着瞧吧，总有一天我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。我警告你，别在我背后搞那么多小动作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我转着手里的电话，笑弯了眉眼。行啊，沈之行，我等着瞧。挂了电话，我看了一眼日历，如无意外，周一吧。周一，沈之行就要完蛋了。果然，周一刚上班，我就听到了沈之行被踢出公司的消息。在一个交流群里，人人都在幸灾乐祸。沈之行真是活该啊，这么明显的漏洞都看不出来。那2笔订单还是他从前女友那里抢的，真是报应啊。听说是林总故意下套的，沈之行也是，以前这么聪明的人，现在怎么这么糊涂了？也难怪，昏迷了2年，世界早就变了样了。还有啊，他那个未婚妻林欢欢连夜跟他分了手，我估计孩子也不是他的，估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套了，利用孩子套牢了他，吞了他公司。我合上手机，靠在椅子上，看着落地窗外的风景，春暖花开了，外面的景色美极了。沈阿姨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求我回去帮帮沈之行。电话那头的沈阿姨哭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。我能理解一个当妈的心，可是我不会原谅一个渣男。抱歉，阿姨，我无能为力。沈之行有今天，不是我造成的，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我半分内疚都没有。安安，怎么说你都跟之行一起那么多年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我叹了一口，开口：阿姨，你会原来一个出轨、骗你、伤害你的男人吗？那头沉默半晌，重重呼了一口气。安安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在看到沈之行的消息是在电视上，他找了记者去林氏集团闹。他站在楼顶上，嚷嚷着林家不把公司还给他，他就跳楼。我冲了一杯咖啡，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他。看着电视，我喝了一口不加糖的咖啡，还觉得甜丝丝的。电视里的沈之行，胡子拉碴，沧桑落魄，往日的意气风发半分都不剩。他嚷嚷着要让林欢欢出来对峙，可是不管他怎么嚷嚷，始终都没见林欢欢的影子。围观的群众甚至还在大喊：要跳赶紧的，别耽误劳子上班。就是啊，一个大男人跳个楼唧唧歪歪，难怪被人骗。沈之行怔怔地看着底下的人，眼里带痴，充满了绝望。警察到底是把林欢欢叫了出来，跟林欢欢一起出来的还有陈公子。2个人看沈之行的眼神像看傻子。林欢欢靠着陈公子，鄙视地看着沈之行。镜头拉近，林欢欢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歉意。一切都是你愿意，白纸黑字，你能怎么样？别用死来威胁我，我可不在意你是生是死。见沈之行满脸愠色，林欢欢又补了一句：反正你也不是孩子亲爸爸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是废人了。听见林欢欢的话，沈之行激动了，还没开始质问，脚一滑就掉了下去。围观的发出一阵惊呼，砰的一声，沈之行重重掉到了地上。现场乱作一团，电视也黑了影。我的心却毫无波澜。从他醒来跟林欢欢订婚的那天起，我把他从心里踢了出去。一个陌生人，我都觉得惋惜可悲一下。我只觉得下头。原本以为他这辈子就这么完了，可是沈之行命大，没死。不过这辈子只能坐轮椅了。公司的事，白纸黑字，他也丝毫没有办法。林欢欢因为受到惊吓，当场流产，造成大出血死了。沈之行一无所有了，身心都受到了巨创。再没有什么比活着一无所有还无能为力更打击人了。听说沈之行躺在床上天天哭，周周每去看他一次，都给我发段小视频跟语音，语音跟视频我都直接删了。为不相关的人浪费那几秒时间都是不值得的。
我的公司越做越大，我终于不用喝酒喝到吐，熬夜熬到差点心肌梗塞了。我所有的努力都回报了我今天的美好。林欢欢的爸爸因为失去了唯一的女人，一蹶不振，公司很快就被我收购了。当初那栋沈之行引以为傲的大楼已经换了我的招牌，我重新装修了一遍办公室，把往日的痕迹都抹去，整个办公室看起来朝气蓬勃。所有的事情曾经轰轰烈烈在这里发生了，又似乎毫无痕迹。周周来找过我，让我去看看沈之行，我一秒拒绝。他沉下脸问我，他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倒觉得有些好笑了。他已经这样了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再回去照顾他。周周一时语塞，半晌叹了一口。他天天念着你，那劳烦你回去告诉他，千万别念着我，我觉得恶心。周周放下一封信，无奈地走了。信封上画了一幅画，一幅当初沈之行追我时时常给我画的画，精心地贴着我当初喜欢的贴纸。兴许是料到我不会打开，沈之行把内容写在了信封上。我瞥了一眼，上面写着：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输得很彻底了。我随手把信扔进了粉碎机。那8年就让他见鬼去吧，谁的青春不会喂几年狗呢？兴许是久久没等到我的回复，沈之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那天我刚下楼，看见他在小区门口静静地坐着。早晨的阳光温柔，绿树盈盈，他就安静地坐着轮椅待在那，看起来可怜又可悲。虽然坐在轮椅上，但是看得出来精心梳洗了一番，穿着往日我给他买的衬衫，喷着我往日给他买的香水。看见我，他摇着轮椅过来，抬头看着我，局促开口：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看到了，走吧。说罢，我大步往前走。司机的车刚好到了，我头也不回地钻进了车里。关门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沈之行摔倒在地，他跪在地上，苦苦挣扎都起不来。如今我呀，是他高攀不上的女人了。我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他身上。2年后，我的公司上市了。上市那天，我成了新闻的头条。记者问了我一句话：方总，是什么让你在短短时间内把公司做到这么大的？我笑语：那只能感谢那些让我快速成长的人了。说话间，我看见了一个身影，摇着轮椅穿梭于人群中，好几次被人撞到。他努力直起身子往我这边看，可是他连看我一眼都无力拨开人群。过了一会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。我喂了一声，那头沉默了几秒才开口：是我，沈之行，我们能见一面吗？我半秒回答：谁？抱歉，不认识。抬头迎上台下热烈的掌声，我笑着迎合记者拍照。台下的那个影子挣扎了许久，还是没能从人群中看我一眼。